哎，艳华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呀，我们那车掉链子了呗。哎呦，真巧了，我这车犯一样的毛病，也掉链子了。哦，新买个电视啊？哪儿新买的呀？我姐送的，他们家呀换了台更大的。哎，师傅，来，我那个不着急了，你先把他这个弄一下吧，啊。您帮我这看看，掉链子了。掉链子了，掉链子了。你们修着啊。哎，看看啊。这链子缠到里边了。好，不着急。654家现在可以啊，都买电视了。什么呀？那是赵小静给的。咱们所经常几个月发不出工资，他们就靠于艳华挣那点钱活着，还买电视，能吃上饭都不错了。你说这于艳华她怎么想的？我就搞不明白了。你说就凭她那样，她找啥样都找不着呀，非得跟654吃这份苦。哎，你说她要嫁给你，哪会有今天呀？我早都说了，有她后悔的那天。她就是后悔也没用了，她都嫁人了。哎，这个赵小静干嘛要送654电视啊？是不是想让654帮他们家要钱呀？哈哈，这个人的骨头根本就没断，还有那个人，哎，一直在外边呢，现在都在外边等着。他是什么情况？他一直说自己头疼，还说是脑震荡。哎呦，疼啊！除了疼还有别的感觉吗？除了疼，感觉迷糊、恶心。我真脑震荡，绝对脑震荡。哎，你说脑震荡就脑震荡，这里有检测报告的。你怎么了？我这腿断了。没断，就是小腿腓骨骨裂。要多长时间能养好啊？伤筋动骨100天，怎么着也得2个月吧。 100天下地干活，100天可不行，我这半年都下不了地，得让他养我半年。你呢？我胳膊断了。我刚才不是看过他片子吗？是，他这胳膊根本就没断，他就是皮外伤。你胡说，我这胳膊明明就是断了。你是不是替石月年省钱啊你？喊什么喊？这是医院。他说我胳膊没断。我刚才看过你的片子，你的胳膊没断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是医生。我这胳膊就是断了。石月年就得赔我胳膊，他要是不赔我胳膊，我就上他家躺着去，他得养着我。啊对，还有我老婆跟孩子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胳膊断没断，片子可以证明。你要想解决问题，就去派出所，别在医院瞎折腾。受不了。654，我们老板找你。你们老板谁啊？哎，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刚回来。哎，我说包子，你怎么还叫我包子？我现在也是个所长。哎，对，李大所长。哎呀，我说所长啊，你怎么也吃方便面呢？啊，食堂开完饭了，没赶上，凑合吃一口吧。哎，老万，局里开会布置任务了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呢，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，带动了老百姓致富的愿望。但随之很多问题就出来了，比如说三角债啊、劳资纠纷呐、合同纠纷呐，这些都特别容易产生冲突。有些事情呢不归我们管，但是局里啊，让我们在调节纠纷、控制矛盾激化方面多做工作，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沈永年和蓝彩荣今天下午打起来了，还打伤了几个人。有这事儿？哦，只为了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呀，我们要把工作做细，可别出什么大事儿啊。怎么细呀？蓝彩荣欠着申永年的钱呢，他就是不还，那申永年能不火吗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，那先让蓝彩荣把钱还了。可这事儿咱管得了吗？这局里也真是的，了不了解现在的情况？哦，就一会儿一个文件，一会儿一个指示，一会儿一个会议精神。
干不好呢，还净批评，干好了也不表扬。这基层派出所的事儿啊，就不是人干的。老万，你看你又发牢骚了。我发牢骚怎么了？啊？我要是不发牢骚啊，你小子能当上所长啊？啊？我的牢骚越多越大，你们这些人呐，官儿升得才快呢。老万，我听说你把调解这事儿交给刘五四，这不大合适吧？怎么？这小子告我状了？他只是跟我说了一下，希望能换个人，叫别人去做这个工作。我想他的意见挺合理。沈永年是他姨姐夫，辛玉成是他离婚的姐夫，你叫他去调解这个事儿，还是有难度的。没难度，要咱们当警察的干什么？哦，政府白养活咱们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我已经定下来了。你要敢推翻，我以后的工作还真没法干了。老万，再商量商量。没商量了。你要是想换人呢，你就换吧，最好连我也换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都待了30多年了，我也该换换地方了。这儿。五四，来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没啥事儿，就是喝点酒聊聊天。就是喝点酒。哎，别走，别拽我。本来我就不喝酒，也不跟当事人吃饭，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我就回去了。我找你还真有点事，你等一下啊。真有事，来。五四啊，我知道我当年对你姐不好，可是我跟姐都离婚好几年了，现在咱俩也不是姐夫小舅子的关系了，我觉得你就别再稀罕我了。这几个月妞妞的抚养费我实在是没时间送过去，孩子在姥姥家伙食又跟不上，我就多给他2钱，你帮我带回去，给孩子增加营养。抚养费多给多少你都不亏。对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这事儿你自己办。哎，还有，有件事呢，我得提醒你们一下。做生意诚信为本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们欠沈永年的钱，赶紧给人还回去，要不然小心激化矛盾。哎呀，不是不还，这不是现在手头紧吗？手头紧，你买大奔啊？一辆奔驰600多少钱啊？有钱买车，没钱还债，缺德！对，缺德，太缺德了。说什么呢？咋样？我说别请了，非要请，他是不带跟咱们吃饭的。这个刘五四啊，跟万福林一个德行，六亲不认，还要了这一桌子菜。哼，他呀不识抬举，他不吃我们吃，给我倒上。鸭子都给我吓死了！你说这孩子啊，他都把我吓唬的鸭子，那鸭子都要吓唬死了。你有个老爷样吗？啊！你把孩子整哭了干嘛呀你？他用那猫吓唬那鸭子，把鸭吓唬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稀罕鸭子吗？逗鸭子玩呢。那鸭子不能逗着玩。我告诉你，咱们这屋里多少屋，他不能带着那屋，你给我抱走。你为那几只鸭子还六亲不认了你？谁也不行，给我抱走。你就跟鸭子过吧，我看你能发多少财。你给我抱走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爸，都怪我行吗？都怪我没看好孩子。我也知道，我们娘俩在这个家是多余的，但凡有个去处，爸，我们娘俩是不会赖在这个家里的。丫头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什么时候说你赖在这个家里了？我什么时候要撵你走了？我不是说让妞妞离这鸭子远点吗？可能孩子还小啊，他不懂事儿，您能跟他计较一般见识吗？孩子小，你还小吗？你不懂事吗？丫头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跟你妈这么多年心血。鸭子，那个鸭子不能急死啊！鸭子死了我就死了。你就是让妞妞远离我这个金锭鸭，行不行？你还恨我吗？我可不是玩故意的。你瞧瞧，我还以为走错屋了呢。哪来个电视机啊？你猜？抽奖抽的？我哪有那么好手气啊？
也是哈，出也不可能出太旧的。我姐给的。赵小静给的。啊，人家买台更大的，把这台旧的给咱们了。给你就要啊？我姐给我的，我为什么不能要啊？嫌旧了，嫌旧给我买台新的去。小心眼儿。给人送回去。怎么了？又伤你自尊心了？54，你这个人吧，哪儿都好就一点儿，小心眼儿。哎，有件事吧，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。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！我就是打个比方，你们那个家庭吧，就跟咱楼底下那下水道似的，怎么就蹦出来你这么个卫生球呢？你直接说我是农民不就完了吗？我可没那么说。把电视机给人送回去。你一天到晚的在外边办案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晚上想看新闻联播我都看不了。我是农民，我自尊心强，我是那个下水道里蹦出来的卫生球，但我得告诉你，我现在在办沈永年跟蓝彩荣的案子，沈永年的电视我不能收。你现在亏了还是个草帽警察呢，你要当了正式警察，咱这日子就别过了。什么？你管他叫什么？姐。我记得你比他大3岁啊，怎么管他叫姐啊？哎，什么呀？他是急死了，我让他姐骑。哦，我说呢，怎么没大没小的？王头，您跟他瞎了，臭棋篓子他。哦，你都嫌他臭棋，还让我跟他下呀？哎，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啊。哎，刚才所长说了，让刘武司呢去调查沈永年跟蓝彩荣的纠纷呢，这不合适。明天呢，还是你们俩去吧。啊，这刘武司这么干有点不像话吧？跑所长那儿告您状去？什么告状啊？正常谈工作啊。正常谈工作跟你谈呀，跟所长谈啥？又不是所长安排他的活儿。就是啊，跟我说了，我没同意。您都没同意，他还找所长去，这不给您上眼药吗？这个刘武司，我看啊，他是这么想的，他呀就诚心装着不愿意去干，然后非得逼着领导让他去干。这么做有2个好处：第一，显得这事儿特别难办；第二，他把难办的事儿办好了，他出成绩啊。精辟分析的。嘿嘿，想分析是什么呀？刘武司没那么多心眼儿。他还没心眼儿啊！这刘武司要沾上毛，一筐猴都不换，真的。而且您儿子结婚用蓝彩荣车这事儿，我调查了，就是刘武司告诉沈永年的。嗯，对，沈永年那司机说的，说刘武司是对沈永年说过这话。哼，这都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啊！你们调查这些有什么意思？行了，以后给我打住啊！两句，我再多说2句啊。我分析啊，刘武司在这个事儿上是有私心的，他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表现一下，为的是把那个转正名额拿到手啊。我把这话放这儿，不信您就让刘武司去干，他不仅能干，还能干好喽。那沈永年是谁呀？是刘武司的姐夫，他为他姐夫要钱，那不得尽心尽力啊？这钱要来了，他姐夫能亏待得了他？怎么？他还敢收沈永年的钱呢？哼，要不要钱呢？我不敢说，东西他总敢要吧？你好像知道点什么似的。我、周文海和钱海涛，我们亲眼看见赵小静给刘武司送了台电视。送台电视？嗯。你们没看走眼吧？于艳华亲口跟我说的，而且我们3个人6只眼睛都看走了。
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刘五四。哎，解开了！你疯了吧？啊，做梦呢吧？找我要医药费，找我要误工费。刘五四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是把钱给他们，我就是他们的儿子，我管他们叫爹，我管他们叫妈，给他们钱，给他们脸吗？还？你也别把话说这么绝。我告诉你，你打伤他们人的事儿，跟他们欠你钱的事儿是两回事儿。怎么就两回事儿了？他们欠着我的钱呢，啊，这事儿没人管。哦，我的工人把他们那工人打破点皮儿，没完没了的给我要医药费，我可以给啊。五四，你去找那蓝彩荣，你说让他把欠我的120万还给我，我这医药费、误工费，我全给，我加倍给，行不行？帮你要钱这事儿真的不归我管。哦，帮我要钱的事儿不归你管，帮他们要钱的事儿就归你管了，是吗？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蓝彩荣欠你的钱，你可以要，你去法院起诉他，你告他呀。行，你别和我说这个，那都什么两口子啊？那都什么人？欠着我的钱还买一大奔。我告诉你，刘五四，他们要是不把钱还我，的车我给他抢了。沈永年，那你这更是犯法呀。刘五四啊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有点问题呢？啊，你摸摸你良心，你摸摸你的良心，我们家这么多年对你怎么样？你说前2天我家的电视换新的了，多少亲戚朋友想要。赵小静说：“那给刘五四吧，他的老婆结婚那么多年，连个电视都没有，挺不容易的。”我说：“行啊，没问题，就都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住在我舅那房子里头。”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张过嘴给你要过1分钱？有吗？当初你哥结婚，赵小静借给你2000块钱，那说不要也就不要了。这么多年，他帮衬你们家那么多，你没有感觉吗你？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刘五四感激你们，没指望你们感激，也没指望你能回报点什么，只是说你胳膊肘。你不往里拐，你也不能往外拐啊！我胳膊肘往哪儿都不能拐。那辛玉成是个什么人啊？啊！当年他把你姐打成那样，还和你姐离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说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一件事，千载难逢啊！你怎么就不好好治治他？脱了这身衣服，我打死他的心都有。可我是个警察，我来你这儿是办案子，执行任务。你要是有难处，我可以帮你请个律师，或者你帮我请个律师，你帮我请个律师，那诉讼费不是还我出吗？我和他打官司，我哪有功夫和他们打官司去？打官司还得请律师，花诉讼费，一个官司1、2年也下不来。就算打赢了怎么样呢？法院能把那钱给我强制执行回来吗？就那2个无赖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就盼着我和他打官司，一打官司，这120万又当流动资金，又用好几年。行了，陆四，这件事儿就别再提了，好吧？我这儿只有一句话，什么医药费这费那费，没有，给不了。你确定不给？确定。你要找赵小静要去，我这儿没钱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下来，都停了！啊，人家不给咱们钱，咱还给人家拉矿石，傻呀？啊，都不准拉了，一车都不准拉了，让他们停产。咱们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发挥我们共青团的作用，扶持好青年致富的典范，从各个方面给予他们帮助。
无论是技术方面，还是从资金方面，都要帮助他们。一定要把这种典范巩固住，让更多的农村青年从他们身上看到希望，这样才能改变咱们农村的落后面貌。那今天开会就到这儿吧。行。哎，那些表格一定要填好啊。刘书记，这个是我看完了，还给你。啊，以后你要看什么书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借。行。哎，大舅，你怎么来了？镇上买点化肥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你挺好的吧，大舅？挺好，挺好。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啊。你爹妈怎么样？没过来看看你啊？我前两天去县城开会，去看了他们。啊，怎么样对你的态度？还那样，不冷不热的呗。你说这老两口也真是的啊！你跟五四结婚都多少年了？那五四都算老姑爷了，怎么还这样啊？那你现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啊？没啥困难呀，挺好的呀。大舅，你是不是来找我有啥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个我这儿啊有500块钱，啊，你留下过日子花去啊。我还没给您买东西呢，我怎么能要您钱呢？不是，听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。你上回给我介绍那同学，有本义鸭子啊，有本义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他呀上我们村去了，带了2000只鸭子。哎呦，我们村里人也哗一下就给抢没了，我给你舅妈都没买着。完了事儿呢，他给了我1500块钱的辛苦钱。我一想，这钱我哪能一人要？我给你这500啊，留着花去。我不能要，大舅，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不是没干什么事儿。留着，您拿着，我怎么能要您？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留这钱，你舅妈对我回去就得跟我急。哎呦，大舅，我怎么能拿您钱呢？大舅。大夫，我最近小肚子老是疼得厉害，是正常的妊娠反应吗？你这 B 超报告显示啊，你卵巢内有囊肿。有囊肿？对，也就是卵巢囊性肿块，这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。不过在早期呢很难被诊断，有70%的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。你这个虽然肿块啊还不是晚期啊，但是它已经比较大了，而且你现在还怀着孕，体内的孕激素啊比较高，容易引起啊这肿块增长。这个对胎儿有什么影响啊？在怀孕期间呢，有这卵巢囊肿啊是非常危险的。早孕的时候容易引起流产，孕中期呢容易产生呢那个卵巢囊肿啊蒂扭转，孕晚期呢容易导致啊胎位异常，还有分娩时呢也容易造成啊难产。像你这种情况，我们医生一般建议啊患者啊先做人流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欠款和赔偿费是两回事儿，啊！蓝彩荣欠他的钱，他可以到法官打官司，找他要。可是他欠工人的医疗费，那必须就得掏。我都跟他说了。你跟他说了，他能不给钱吗？他不给钱，我能怎么办啊？你没把不给钱的后果告诉他吗？当初我就跟你说，别让我去，别让我去，你非得让我去啊！你去都办不成，那别人去了，谁办得成啊？你可真抬举。哎，别我说，他沈永年是不是觉得这几年财大气粗了，有了钱了，就谁也管不了他了？啊？告诉他。他要是不同意调解，不掏这个钱的话，我就拘留他。老万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
好歹他也是个企业家，随随便便给人拘留了，对人家个人，对他企业都是有影响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你管他要钱，他不给，你又不同意我拘留他，那几个工人躺在医院怎么办？谁给出医疗费啊？啊？谁给出误工费啊？你给掏啊？医院我去过了啊，医生跟我说了，那几个工人啊都是轻伤，根本就不用住院，一个一个装的，跟怎么着了似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沈永年就不该往外掏这笔钱了，是不是？老万，你不觉得这两家都有问题吗？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说给咱们听的，办的每一件事儿都是演给咱们看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，才能够有正确的判断。咦，六四啊，你这2年出息了是不是？小嘴巴巴的敢教训我了？哎，这个李玉清当什么所长啊？这所长应该你来干呐。我呀，不跟你谈了。你不跟我谈呐？我还要跟你说呢。你说，在沈永年这个问题上，你是不是有私心？我私心真是太大了。辛玉成是我姐夫，当年让你给办了。沈永年现在按关系论也是我姐夫，你还要办他？回头咱们所啊成立一个办姐夫专案组，你是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六四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们犯了法，你有几个姐夫，我就办他几个姐夫。行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回头再气出个好点的。这个用不了你操心，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？沈永年今天下午是不是给你送了一台电视？哼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这电视机，哎，于艳华呀，她是赵小静的妹妹，对不对？哎，她怎么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这个时候送啊？不是。是啊。这样，我呀，现在把电视机给她搬回来。晚了，你现在给她送电视啊？我现在就拘留沈永年。不信了，他狂不是？我看他狂给我！哎，你俩吵什么呢？啊，派出所就这么几个人，还统一不了思想吗？啊？他统一思想呢？我能跟一个有私心的人统一思想吗？我有什么私心啊？那沈永年跟蓝彩荣现在有经济纠纷，都在气头上，你让我去，我怎么解决啊？我是帮着蓝彩荣要医药费，还是帮着沈永年要欠款？你那是办公制。老万，你刚才说那个有一个姐夫办一个姐夫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行了，老万，我是同意54的意见，这种事儿以调解为宜，能不拘就不拘。你再给54点时间，好不好？行，你是所长，你说了算。不是谁说了算，这事儿我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你再给54点时间，让他再去做他工作，啊，就这样，老万。行，64，我再给你2天的时间。如果沈永年再不肯掏钱的话，那我可就真不客气了。这老万，咋回事儿？更年期。哎，厂长，你放心好吗？啊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好，出大事了，宝贝儿。好嘞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影响你的进程。宝贝儿出事儿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好吧？啊，好嘞。宝贝儿，宝贝儿就是在这儿叫的吗？哎呀，彩荣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沈大轱辘给咱们断粮了，他说从现在开始1尺矿石都不给了。这沈大轱辘可够狠的啊！刚刚吴厂长还来电话，说让我们供个货，这下我们怎么跟吴厂长交代呀？宝贝儿，不是彩荣，不是我说你，那辆奔驰就不应该买，你说买到手差点200万啊！咱要把这笔钱还了沈大轱辘，不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吗？你说？哎呀，行了，老为这点事儿磨叽，你知道什么呀？现在没辆好车，出去谁理你？谁给你贷款啊？这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你知道个屁！好，我不知道屁，你知道屁啊！坐奔驰是威风了，可是沈大轱辘给咱们断矿石了，
现在不傻眼了吗？大眼瞪小眼，就在这瞪吧。活人能让尿憋死啊？想办法呀！哎呀，还想啥办法呀？啊，能想的不都想了吗？你要是孙悟空行了，咱们变一座大山，全是矿石，咱就不用怕沈大轱辘。哼，我要是孙悟空啊，我直接变矿石，我就变钱了我。哎呀，去找老周去。老周这个矿石品位太低了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品位低，那沈永年给我们停了货，我们也不能停产啊。去找老周就联系联系，让他给我们供货。我可听说老周去省城住院去了啊。找他儿子啊，找周文海呀。周文海管这事儿吗？你不去问你怎么知道啊？蠢货！快去呀！请进。艳华。哎，哈镇长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今天听说你给洪师孙介绍了一个发财致富的路啊。您听谁说的呀？你大舅赵炳万上午在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，说你给他们介绍一种鸭子，叫金锭鸭，啊，这个是公司报销报回收，养鸭户一年能挣个2、3万呢。嗨，那是我一个老同学，半个月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公司新培育出来这么一种鸭子，能帮农民致富，我就跟我大舅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。艳华，这是好事啊，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，看看还有没有鸭子？我帮那个村啊，我想跟他们联系联系。现在找一个致富的道啊，也不那么容易。这没问题呀，我现在给你打电话。我知道那名片在哪来着？哦，这儿有。我给你打个电话啊。联系联系。等会儿啊。怎么了？没人接。有没有那个呼机？手机再打一个。停机了。哎呦，欠费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帮你找找他。行，再帮我联系联系啊。你放心吧。来，我等下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好嘞。这电视坏了。没坏。没坏也送回来干嘛呀？我现在不是正在调解你们家跟蓝彩荣之间的纠纷吗？这电视我不能要。我看你这警察当的也够窝囊的。艳华嫁给你算是倒了霉了，还好当初我没嫁给你。现在已经有人说这电视的闲话了。说闲话怎么了？你把这电视放在家里天天看，天天看。哦，你看这电视还当不成草帽警察了吗？我找沈永年要钱，他说我欠你们家。我回去跟万福林汇报工作，他说我收了你们的电视。我现在把电视给你搬回来了，你又让我搬回去，我跟你们谁也说不清楚了。你不搬回去才说不清楚呢。怎么说不清楚啊？人家点了你，你就把电视拿过来了啊！因为沈永年这事你就把电视拿回来了，那你还是理亏啊！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想的，就你这智商还当警察呢？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是眼不见心不烦，这台电视我看不起。明儿我就当废品给卖了去。随便。你回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艳华最近是怎么了？我看她情绪一点都不对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怀孕了，心情不好。我还没怀过孕呢，我还不知道怀孕什么反应啊。那说话就哭，说话就哭，那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问他吧，他也不说。你多问几遍呀！一个孕妇心里藏着事儿，那说
说出来就好了。真要有什么事儿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们想办法。你就光把这台电视收回就行了。这个破电视闹的，是不是就是沈永年不肯赔医药费那点事儿啊？对，就3850块钱，这么点钱他至于吗？不就为了治这口气吗？没事治什么气呀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不给这医药费，回头万头真跟局里申请，还真有可能拘留沈永年。因为这么点钱就能拘留？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这是法律程序。这钱我出了。你出这钱，他能同意吗？我们家我说了算。哎呀，多大事啊！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啊！你就放心吧，别磨叽了，放100个心，好不好？啊！来，哎，我这来朋友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！来，快！别不行！哎呀，来，走！哎呦，看看，可以啊，不便宜吧？哎呀，不贵，差2块钱1万。哎呦，快见识！新日成，你可真是驴粪蛋子翻身，一步登天了。这家伙都使上这么贵的手机了。这蓝彩荣咋对你这么好呀？哎，这还用问吗？去，瞎说啥实话？邢老板，你这找我吃饭倒为个啥呀？咱可说好了，要为你和沈永年的事儿，这饭我可不吃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不是。那种事儿，我咋能给你们俩添麻烦啊？这个警察不是不能跟当事人吃饭吗？啊，是吧？你看我现在多少也懂点法律啊。来，吃。老辛，你们做买卖也太不讲究了，欠人沈永年家120多万，赶紧还呀！不还你们还买大奔。哎，这事儿跟咱没关系啊，咱管不着他，他爱买什么奔，3奔6奔跟咱没关系啊。哎呀，还是文海明事理。来，吃，边吃边说。这个企业上的事儿啊，那可是深了去了，太复杂。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，我也不跟你细说了啊。是这样，文海，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跟你谈点买卖上的事儿。我又不做买卖，你跟我商量得着吗你？是这样，我们不是欠沈永年的钱吗？沈永年就不让他家矿给我们送矿石，他这一不送矿石，我们炼矿的炉子就得停。明白了，这是要找我们家买矿石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你不是嫌我们家那个矿石品位低吗？低也得买，不然我们现在没米下锅了。哎，我知道你们家老爷子去省城住院了，所以我直接找到你。我们家事儿，我不管。我爸住院了，有人管这事儿，你找那个老崔，你给他打电话。我找啥老崔？我就直接找你就得了呗。你们家矿石不好卖，这你也知道。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周文海。再说咱们平时不是哥们处得很不错吗？是不是？谁跟你处得不错？文海，你这意思就是你不管我了呗？哎呀，文海啊，你也知道，这个煤矿呢，咱这也不缺，稍微远点儿，岫岩那儿好几个大矿了。一句话，你卖还是不卖？关键就你这个人吧，卖给你你不给钱怎么办？我保证不赊账，一车一结。就你还一车一结？这，哎呀，我不想再出现第二个沈永年了。那行，那是好事啊。哎，行吧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吧。啊，那差2块1万的给我用了。哎，行，那。3850，医药费。怎么，他又肯给了？啊，想明白了，说这钱还是应该给。昨天他还说打死都不给呢，今天这么会儿功夫，他又想明白了。
钱拿回来了，能结案了，管他怎么想的。笑什么呀？我昨天要不是说要拘留他，他能把钱交回来吗？你动不动就要拘留这个，就要拘留那个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拘留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真把他拘了，他也不会把钱给你。蓝彩荣跟沈永年之间是有经济纠纷，法院将来下来判决，我们派出所最多是执行，别老拿你们那些老经验办事儿。怎么了？我们这些经验没破过案子，没立过功，没打下江山呐。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。哼，刘五四，我记得你刚到派出所的时候，挺朴实，是个挺好的孩子，啊？你看你这几年警察当的，说句好听的话，你是变成熟了；那说句不好听的呢，你是变油了。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。哼，刘五四，我记得你刚到派出所的时候，挺朴实，是个挺好的孩子，啊？你看你这几年警察当的，说句好听的话，你是变成熟了；那说句不好听的呢，你是变油了，啊？老万，我哪儿变油了？我也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，这些年呀，你从来就没有变过，永远好话不会好说。我没有程序，最多是正常。沈永年欠蓝彩荣的钱我要回来，赵小静给于艳华的电视机我送回去。我这草帽警察，你们什么时候能给转了正啊？你，嘿，这小子，哼，长脾气了啊！五四，怎么发现的呀？我刚才给他送东西，我就发现他的右腿不听使唤了，怎么动啊？他没知觉。会不会是中风了？不知道啊。大婶，怎么了？五四，我昨天晚上想膀子，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。半夜醒来，我发现我在地上躺着呢，我就趴在床上，稀里糊涂的又睡着了。早晨起来，我发现我这腿动不了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，怎么掐也不知道疼。您这完全没有感觉啊？啊，这热炕这么热，这腿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咱去医院吧。来，慢点啊，大婶。喂，你上来。走。嫂子，哎，赶紧挂号去。好。师傅，您给看看这多少钱？350。350啊？这是我工作证，我下午把钱给你们送过来，你们先给老太太治病。那下午你一定要把钱送过来。我证不是在你们这儿压着呢吗？那行。哎。
大娘，你这病啊，我们检查过了，你这没什么事儿了啊，好治。一会儿找大夫啊，找我们院长给你开个特效药，用上准好，你别有什么思想负担。治好了又能咋样？我真的不想治，不想活，真的别再给我治了。不死啊，膀子不在家，我一个孤老太婆，活着有啥意思？大婶儿，瞧你说的这话，咱把身体弄得好好的，才能等着膀子回来呀。大夫，他这个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仔细检查过了，他气质上没有什么改变，主要是功能上有些改变。听说他儿子好像被你们给抓起来了，他在这方面可能受刺激了。据我们了解啊，他白天睡不着觉，晚间呢经常做噩梦，有的时候半夜啊哭起来。你刚才不是说有一种特效药吗？赶紧给他用上。哪有什么特效药啊？最多打一个 B12。我们主要是安慰他。我们主要是做思想工作，希望我们警方配合我们。他用不了几天呢，就可以出院了，没什么大碍的。哎，谢谢。大婶儿，人家大夫啊去找院长去了，一会儿给你打一种特效药，咱只要把这个药一打上，过不了几天，咱就能健健康康的走出医院。真的？真的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蓝彩荣进了老周家的矿石？我看见老周家的车已经到蓝彩荣家厂子院里了。不是，不对啊，不是那蓝彩荣不是嫌老周家矿石品质低吗？咱不给他矿石，品质低他也得用啊。哎不，你说这老周家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这不诚心坑我呢吗？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老板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老周家也是做生意的，那么多矿石堆着。只要有人买，他能不卖吗？行啊，行，挺好。蓝彩荣道儿挺多啊，哎，进了老周家的矿石，一方面继续赖着我钱不给，是吧？又一方面哎拍了老周家马屁，拉拢朱文海，想让他派出所整我是吗？你回去说去，告诉他去啊！你就说我不怕，钱没有，肯定不给，有本事来抓我。有本事来抓，要不就把我矿封了！我都不信这个邪了，我还……哎，老板，那钱你不是已经给了吗？我什么时候给了呀？蓝彩荣在外面放风说你服了，你把钱已经给派出所了。放他娘个屁！老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今天上午那个去派出所了？我去派出所干什么呀？不是，蓝彩荣在外边放话，说我把欠他钱给派出所送去了，可派出所也说收到这笔钱了。不是，你要是没去的话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都听不明白。要是不是你的话，还那刘54给我垫上呢。刘54穷了吧唧的，哪来3000多？你怎么知道3000多？啊？明白了，还是你给的，对不对？还撒谎，还不知道，还没去过。我就问你，你这钱是你给的还是刘54找你要的？我听说的。什么听说的？你不说是不是？你不说我问他去。你没事老找刘54干嘛呀？你为什么处处都护着他呢？我怎么护着他？我找他问问怎么了？你没事老找人家干嘛呀？几千块钱你至于吗？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？你看看你什么样啊！对，没错，我心里能没他吗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！我见过不要脸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说什么呢？
赵小静，我告诉你，结婚到现在我给你不是1天2天了。你吓着孩子！别拿孩子说事了。今天电视，明天给钱，你是没完了是不是？呸！我还惹不起你了，还惹不起你了。回来了。是不舒服了吗？啊？怀了孕有什么症状都很正常，不行咱去医院看看。哎，起来吧，啊，起来，去医院看看，跟医生说一声。电视呢？你把电视抬哪儿去了？因为你是警察，天底下就没有小偷了。你敞着门就往外跑，你也太不负责任了。我以为咱家招贼了呢，我满院里边问，后来邻居告诉我说，你家刘54慌慌张张抱着电视往那边走了。你拿着电视上哪儿去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你扛着电视去哪儿了？你到底把电视拿哪儿去了？我把电视还给赵小静了。你还给谁？你也得跟我说一声啊！你怎么拿东西出去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我问你话呢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现在正在调解沈永年和蓝采荣之间的纠纷。赵小静这会儿送来一电视，我怎么跟别人解释啊？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你当年跟赵小静好过呀？你别胡说八道！你心里边没鬼？你把电视送回去干嘛？啊！咱家都穷成这样了，我姐好心给咱家送台电视来，你倒好，你还送回去了，你让我姐怎么想啊？我是不想让别人说闲话，现在已经有人在所里说我闲话了。谁啊？周文海啊？跟他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我姐给咱家送电视的时候，让周文海给看见了。当年我没嫁给周文海，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。你怎么拿他说的话还当回事呢？不是他说的。那谁说的呀？是万头说的。万头听谁说的？不是听他说的，听谁说的？刘54，咱俩结婚3年了都没吵过架，今天我也不跟你吵，咱俩好好说。你把电视给我拿回来，一点事儿没有。我都已经送走了，我怎么给你拿回来啊？我管你怎么拿回来，你给我拿回来去。我不去。你不去不行。我要看电视，你看看人家邻居谁家没电视啊？我要看电视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把电视给我搬回来。没有电视这日子你还不过了？没有电视这日子不过了。刘54，来，你过来，来。怎么了？你找赵小静去了是吧？是，把电视机给你们送回去。你就还电视机了是吗？没给他要钱吗？不是你让我要的吗？我让你要，你就好意思要啊？王八蛋，你还真好意思找刘54来啊！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这钱是我给他的，不是他管我要的。行，你别替他拦着。今天艳华在这个地方，我不想把话说太难听。你不用担心艳华在不在这儿，有什么话你直说。行，你让我直说是吧？你之前找我要钱我没给你，你还真好意思找赵小静要。现在行了，蓝采荣嘚瑟了，出去说我沈永年，我服了，我把钱给他了。我告诉你刘54啊，你不能为了这身皮啊，你不能为了你这身皮拿我当垫脚石，我脸往哪搁呀？你喊什么喊？你不给钱行吗？不给钱，到时候行政拘留你。小静替你出了这个钱，是为了保护你。保个屁！谁有你保护啊？我告诉你，谁要来抓我，让他马上来抓呀！你有毛病吧？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啊？钱大还是法大呀？你以为派出所不敢拘留你吗？行，小静，你别说话。我今天就问一句话：这个钱到底是你主动给他的，还是你去要？我主动给的。这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我想知道。我主动给的，怎么了？别说话，我不想听你说。你说，没有资格在我这歇斯底里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别管是我还是小静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好什么好？谁有你没有好呀？64，你现在马上把我的钱给我要回来，把我的面子给我捡起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和你派出所领导说，如果要来抓我，来马上抓，现在抓，快去！为难人刘54干什么？我就为难他了，怎么着了？哎，姐夫，你别生气，你看这样行吗？你先跟我姐回去，我跟54商量商量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行，艳华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。刘54，但这事咱得说清楚，你得让人家知道我沈永年我没服。
沈永年就是被蓝采荣的事给气疯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啊，我没生气。对不起啊。回来睡觉。现在几点了？2点多了。那你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呢？54，54，睡着了。躺着不睡，你坐着睡着了，你看，醒醒。快点，快！干什么？你都怀孕了。电华，电华，我上班去了。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。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让一点光温暖孩子。够有钱的，大白天点灯，借我点呗。干啥？宝子他妈住院了，要交350块钱押金。那宝子他妈跟你有啥关系啊？那还不是咱妈，你不能谁的事你都管吧？宝子在里边，我不管谁管啊？那我给你借点去。我知道你存了500块钱，
起开！怎么还放鞋里了？你就不能把钱换个地方放吗？这味儿大，味儿大越安全。350啊！我这想攒足2000块钱还给照小镜呢。那2000块钱我帮你还吧。啊。小慧前2天来找我了，说爸现在开始养鸭子，一下养了3000多块钱鸭崽子。怎么买这么多？说爸是想做发财梦吧？说那鸭叫金锭鸭，下的单贵，而且下那崽儿呢，卖鸭子的人呢付的是高价收。这全村上下都买了3000多只鸭子了，听着还不错，不会是骗子吧？我就觉得这事挺悬的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钱的事不能跟你嫂子说。哎，大夫，刚好是你啊，350块钱，你点点。你还知道来拿工作证？我这不是工作太忙了吗？对，就这个。你再不来啊，我可就要报警了。报警啊？去土城乡派出所找我。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去哈佛镇长那儿办点事儿，路过我就来看看你。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看看。你挺好的。嗯，挺好的呀。好，好就好，好就好啊。那个刘五四也挺好的。刘五四每天高高兴兴的上班，高高兴兴的下班，是吧？看得出来，你们小两口的日子甜蜜，恩爱。对，挺甜蜜，挺恩爱。表面上的吧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。反正呢，一开始你们俩结婚，你爸妈就不同意。结了婚之后呢，你爸妈呢一点支持也不给。刘五四穷得叮当乱响的，你们俩到现在还租房子住呢。怎么？我听说这家里连个家用电器都没有。啊？刘五四几个月开不出工资了，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维系你们俩的生活，还甜蜜呢？谁信呀？啊，你看看，我没记错，这围巾还是我当年送你的吧？他刘五四这么些年就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啊？真够可以的。艳华，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？啊，那人是肿的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日子过得苦吧？我早就说了你会后悔的。怎么样？现在后悔了吧？哎，是不是后悔了？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上这儿找乐子呢？啊？我过得好不好，我怎么样，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还关门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你关什么门啊？你不是一直问我你哪儿不如刘五四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哪都不如刘五四。你这人小肚鸡肠，你以为当年我没嫁给你，你给刘五四到处下班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缺不缺德呀？我怎么了我？咱远了不说，说昨儿下午，我姐送我一台电视，人家淘汰下来不要的电视给我了。你凭什么去跟领导去汇报去啊？说刘五四受贿，你什么人？你俩一个单位的，你到底什么人品？你这是缺不缺德？我怎么了？我哪知道那电视？你知不知道你都不能胡说八道？你看你艳华，你怎么这样？什么艳华呀？艳华是你叫的吗？艳华是你叫出来的吗？走，我关心关心。我用得着你关心我们？走。好歹的你，哎，可以走。什么人呢？你这都是。我就知道你过得特别差。走。我高中毕业，18岁，家里太穷，上不起学。
当时家里承包这块地，我就想，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把这块地变成自己的果园，把这片山变成花果山。说的太好了，大家也都看见了，这片果园品种多、数量大，是咱们乡最大的一片果园了。这是张晓峰同志用1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，我们为他这种精神鼓掌吧。好了，今天活动就到这儿了，咱们先上车吧。这鸭子怎么样了吧唧的呀？没有前2天那么欢实了。哎，你看，这上有屎，是不是拉稀了？拉稀呀？不是，那是有炎症啊。你看，你摸摸发没发烧？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鸭子会发烧？哎，你赶紧弄点青霉素消炎呐。啊。夏师傅，照你这么说，这事儿有点悬啊。就是有点悬，没准啊是个骗局。可我听说他们有收购合同。嗨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这合同就不能造假了。这鸭子一卖完，公司不见了，人也不见了，这合同啊就是废纸一张。要真是这样，那损失还真不小，咱抓紧吧。哎。把那嘴儿掰开，哎，对，哎，好了，哎。你看他是不是真喝了？再来，掰开点啊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媳妇儿，这玩意儿你现在就得灌，你灌青霉素以后吧，它跟人一样，它一消炎症一消，它就不拉稀了，不拉稀了，它就活了。行吗？没问题，那跟人一样。来，看够呛。没事。哎，老刘啊！啊，老刘啊，你家鸭子咋样啊？拉稀呀！哎呀，我们家鸭子也闹病了，还死了好几只呢。哎呦，我们家也死了好几只哎！不是你这么能赔大发了吗？你这鸭子不是好养吗？怎么还闹上病了？老刘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假的呀？你说这鸭子刚来我们家的时候金黄的，养着养着就掉色了。你看现在啥色？这不就是麻鸭子吗？普通的麻鸭子，还愣说什么金锭鸭。哎，大姐，您听听，哪有这叫的啥名吗？这个金锭，那哪有鸭子叫金锭的呀？它这颜色是掉了，会上当了吧？有合同啊，那合同还有假吗？都交定金了。爸，儿子，啊，都在呢。爸，哎，又买鸭子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哥跟我说的。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夏师傅是咱们乡畜牧站的，我专门把他请过来，看看这鸭子到底怎么回事。兽医。这，你赶紧看看吧。我来。这就是普通鸭子，也不是什么新品种，叫啥名？金锭鸭。对，金锭鸭。什么金锭鸭？这就是普通鸭子，而且孵化不好，上热了，是不是拉稀了？拉了，还死了好几只呢。灌药呢？这没用。什么话你们都信？不是说你爸要信，他有合同啊。合同呢？我看看。这有合同，你看那点都写的，那个鸭子要是下蛋了，按3块钱往回收；鸭子大了，按总鸭回收退30块钱。你那底下你看那章，什么油市什么有限公司，钢印。我们都交了定金了。金锭鸭，我看叫定金鸭还差不多。都交了？都交了。我们交了2000块钱呢。谁把这人领来的？谁让你们买的？赵炳万。赵炳万带来的，那来一个姓尤的，那个开个面包车，
俺脑袋头发顶上都抹的油，说是什么姓尤。赵村长自己买了吗？你别提他了，你是他为什么不买，让咱买呀？是啊，明白了，那是赵本万跟姓尤那个小联合起来骗咱们。可不是嘛？那得找他去啊！走，咱们找他去，找他去，走，咱找他去吧。您先去吧，您先去吧。走。咋办呀，儿子？2000块钱呢。赔钱！什么？赔钱嘞！赔钱！你别！赔钱！到底有什么话一个一个说，一个一个说。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们钱，给我们赔钱，是假的。一个一个说啊，这么吵谁也听不清楚，怎么回事？到底不是你这鸭子根本也不是金锭鸭。谁说不是金锭鸭呀？它就是一般的家鸭子。胡说！刚开始买的时候，我一看那毛是染的。刚开始焦黄的，没过几天就褪色了。现在你看那鸭什么色儿？我问那个乡助理，那个乡土木局的夏助理，他给看了，他说这就是一般的麻鸭。什么一般的麻鸭呀？对，听我说啊，鸭子没长大呢，长大了再看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要长大了不是怎么办？长大了不是你们找姓尤的去，你们跟姓尤的不是有合同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这合同弄不好也是假的。谁跟你说这合同是假的了？谁说的？我儿子说的。你儿子知道个屁！你敢说警察知道个屁？不是，你这意思是说我给大伙带了一骗子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就是骗子！你不是骗子！你说谁是骗子？你不大伙都是骗子吗？我为你好，你还是我都是骗子！我说你别解，赔钱！你们都你说谁是骗子？都别了，干什么呀你？你说你这，哎，靠边！哎，来了，来，对，来，老板，老赵，哎，这鸭子是你引进的啊？是，你引进的，为啥你家不买鸭子？看，当时这鸭子一来啊，大伙儿一抢，我想买来着，没抢着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就是发扬风格了呗？那我是村长，我不发扬风格，谁发扬风格啊？是不是？我能跟老百姓抢鸭子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不是什么金锭鸭，就是普通的家鸭。啊？不是这我还真是不知道。那我要是知道了，我能糊弄老百姓吗？是不是大伙儿说？那你就是白帮忙了。嗨，我就觉得这是一致富的路，然后我就，哎，你们不会怀疑我吧？啊，老万，那个姓尤的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一朋友介绍的。谁介绍的？这我还真是想不起来了。来，你老赵啊，你可跟我说过，是于艳华介绍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啊？嘿，你瞧你的记性！你今天上午上乡里办事儿，在我办公室坐着，你说于艳华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是卖金锭鸭的，这么会儿你就忘了？是，有。为这事儿啊，我还找了于艳华，想把那个鸭子引到我们村儿啊。多亏刘务司发现的早，要不然呐，我也得上当受骗。老赵，刚才问你是谁推荐的，你迟疑了半天，为啥呀？我没想起来。不可能。老赵，你必须把实际情况说清楚，否则我们真会怀疑你跟那姓尤的是一伙的。还你别这么说呀！我凭什么怀疑我这是？老赵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发火也没用，想把自己摘出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第一，为什么替于艳华瞒着？第二，这个姓尤的和于艳华是不是一波的？现在说清楚。嗨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，我有一外甥女儿，叫于艳华。那他呢？前日子找我，什么事儿呢？说他有一个同学姓尤啊，开发了一种新品种的鸭子，就是那个金锭鸭，是吧？他呢想把这批鸭子卖给我们村的村民，
然后他负责回收这鸭蛋还有种鸭。哎，当时开的价挺好，完了我一高兴我就给接了。然后这姓尤的就联系上了，是吧？那个姓尤的叫什么名字？叫尤本义。他把他那个公司的营业执照，还有开发鸭子的各种资料都给我看了。啊，对了，还让我看了这个跟村民们要签的那合同，就是。我当时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呀，然后就把姓尤的给叫来了。他当时一下就拉来2000只鸭子，村民们啊一抢，全给买走了，就这么回事。老赵，你说实话，你拿没拿过尤本义的好处费？哎，什么叫好处费啊？你这词儿多难听啊！我一共拿了他1500块钱，那是辛苦钱，辛苦钱。这1500块钱。你都自己留着了吧？没有，我给了我外甥女500，当时他不要，我扔桌上我就走了。那个尤本义多大年纪？家庭住址？公司在什么地方？30多岁，家和公司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这个姓尤的不是于艳华同学吗？啊，问于艳华去。那好，我们先走吧。这个尤本义跟你是啥关系？高中同学。你对他了解多少？没什么了解啊。高中毕业之后吧，我们就没联系过。后来是听别人说他做买卖，把生意做大了，挣了很多钱。半个月之前，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他们公司新培育出来一种鸭子，能帮助农民致富。然后他就给我送来了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，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，还有报纸上的一些资料。我一想，能帮农民致富是个好事儿啊，我就把他介绍给我大舅了。你就是白帮忙了？不是白帮忙，我们乡干部都是有指标的，帮助农民寻找致富的门路。这个你可以问哈镇长，哈镇长知道。是有。我说的意思呢，你没明白。我是说，你有没有收过尤本义的好处费？没有。哦，对。尤本义给了我大舅1500块钱，我大舅呢就非得塞给我500。这不绕了半天，你还是收了吗？不是我收的，是他愣给我的。他把那500块钱放我桌子上，他就走了。我正琢磨着这2天上他家里去给他呢。那尤本义有没有跟你再联系过？你知道他公司和他家的地址吗？还有电话号码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我有一张他的名片，他当时留给我的，我带来了。老万，你赶紧带人去趟县城，先到工商局查一下他的工商执照，如果他的执照是伪造的，把这小子抓回来，越快越好。我给县级认可打个电话，让他们配合下你啊。好。所长，他真是个骗子呀！这事儿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呀？有啥事儿都要跟你说啊？以前你不是什么事儿都告诉我吗？这次我忘了，行了吧？我觉得最近你有点怪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。你好，小妹，有一个叫尤本义的人，是不是在这包的房开的公司？对对对。哦，他住哪个房间呢？他就住在101啊，可是他好久没回来了。哦，我们是土城乡派出所的，能把房间打开给我们看看吗？可以。我拿钥匙。
这里好久都没来过人吗？对对对，好久没人来了。里面没人。你知不知道他还会去别的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会不会跑了呀？他还欠我们的房费呢。这个尤本义呢，是个诈骗嫌疑犯。啊？有这种消息呢，请通知我们。你说我怎么就让人给骗了呢？这事。大舅，尤本义在你们村卖了多少只鸭子呀？2000多呢。一只鸭子卖多少钱？30。这种鸭崽子在市场上卖2块多钱，他卖你30啊？坑了老百姓6万多块钱，这损失可不小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本来我是想给大伙干件好事儿，致富是吧？可是现在呢，我就等于是沾了2手的狗屎，我甩我都甩不掉了。6万，我拿什么赔呀我？如果能抓到尤本义这个人，还是有可能把钱要回来的。我们所已经派人去了。抓着没有？不知道呢。哎，你打一电话问问。李所长，我是54啊。尤本义那事儿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怎么样？好了。跑了？你放心，我们所已经调集更多的警力去追捕了。哎呀，老头子呀！哎呀！干嘛？哎呀，老头子，快点回去吧！你说怎么？全村的人都上咱家去，又抢又砸呀！砸咱们家干什么呀？啊？不都因为这鸭子吗？让你赔！也许月落无声，也许花开无言，却从未改变四季的流转。也许勇气有限，也许挫折无边，我从未改变最单纯的信念。也许悲喜交接，也许冷暖人间，这就是生活给人生的纪念。也许风霜雨雪，也许碧海晴天，心在沉浮之间，丝毫不曾退却。回头看过去的岁月，我追寻的梦很远，却站在新的起点。这一条不起眼的路，我也要走出我的圆满，让平凡的一生不留遗憾。回头看过去的岁月，我追寻的梦很远，却站在心